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孙正才这件事儿，最值得看的，不是他玩没玩王者荣耀，也不是他家里到底有没有那件所谓龙袍，这些细节当然抓眼球。一个曾经的政治局委员，一个被外界视为第6代接班人的高官，最后却被媒体描绘成沉迷游戏、迷信风水、私生活混乱的人物，听起来很荒诞。但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些故事，就很容易被带偏。因为孙正才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是他个人有多荒唐，而是他曾经站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上，他是中共权力接班秩序里的未来人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普通落马官员，他是一个曾经被放进接班轨道，后来又被提前清除的人。这才是孙正才故事真正的分量。很多人看中共政治，喜欢看谁贪了多少钱，谁有多少情妇，谁戴什么表，谁家里藏了什么奇怪东西，这些当然不是不重要，但在中国高层政治里，贪腐常常不是问题本身，它更像是一把钥匙，需要打开谁的门，钥匙就会插到谁那里。同样的事情放在普通时候，也许只是内部处理，可一旦这个人挡住了最高权力的路，所有问题就会被集中放大。孙正才的命运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他倒下，不只是因为他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他的问题出现在了一个最危险的位置上。储君这个位置在传统专制政治里本来就很危险，你离最高权力太近，近到别人都知道你可能是下一任，可你又没有真正掌握最高权力，你需要低调，不能像已经登基的人，你也需要存在感，否则别人会觉得你没资格接班。你要让老人放心，也要让派系看到希望。你要表现出忠诚，但你又天然代表未来，这就是储君的矛盾。在权力交接正常的制度里，接班人是稳定器；在高度个人化的权力结构里，接班人反而可能是威胁。因为只要有接班人，就意味着最高领导人的时间是有限的；只要有接班路线，就意味着权力不是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；只要有未来的中心，就会削弱现在这个中心的绝对性。所以孙正才的悲剧不是从他落马那一天才开始，而是从他被视为接班人的那一天就已经埋下了。先看他的出身，孙正才1963年出生在山东荣成一带的农村家庭，这不是红二代，也不是太子党，他没有显赫家世，他的早年路径跟很多中国普通家庭最熟悉的上升通道很像，读书考试，离开农村，进入城市，再通过组织系统一步一步往上走，这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路线。材料里提到，孙正才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，读高中是住校，周末还要回家背干粮。这种经历对那一代农村孩子来说并不陌生，能考上大学本身就是改变命运的最大机会。1980年，孙正才考上山东莱阳农学院，也就是今天的青岛农业大学。后来他继续读研究生，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，研究玉米栽培。这一点很关键，孙正才不是那种完全靠学历包装出来的官员，他早年确实在农业领域做过研究，也确实有专业履历。1997年前后，他因为科研成果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那时候他30多岁，在农业科研系统里已经算是很亮眼的人。如果他一直留在科研领域，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农学专家。但中国社会有一个很深的传统，学而优则仕，尤其在一个官本位社会里，很多专业人才到了某个高度，最后都会被组织看中，进入行政系统。孙正才也是这样，他从农学博士变成官员，从北京郊区的顺义开始起步。1997年前后，他被调到北京顺义任职。顺义这个地方很有意思，它不是北京最核心的城区，但它离权力中心非常近，有农业，有工业，有机场，有物流，有土地开发，也有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机会。这对孙正才来说是一个很适合练手的地方。他有农业背景，又能接触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。更重要的是，北京这个平台本身就比普通地方高太多。在中国官场，平台决定很多东西。同样是区县干部，在北京做出来和在普通地级市做出来完全不是一个分量。
孙政才在顺义一路升到区委书记，真正让他跳起来的是2002年的北京市委常委差额选举，这段很有戏剧性。按照材料里的说法，当时北京市委常委换届，组织上安排了差额候选人。所谓差额选举，表面上是多一个选择，实际上多数时候还是组织已经安排好结果，多出来的人往往就是陪跑。孙政才当时年轻，资历浅，本来很像陪跑角色，可偏偏出了意外，他当选了，原本被认为稳的人反而落了下去。这就是中共政治里很少见的民主事故。它不是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公开竞争，但它说明即便在高度控制的组织系统里，偶尔也会有缝隙。孙政才抓住了这个缝隙。39岁，他进入北京市委常委，这一步非常关键，因为从正厅级到副省级，是中国官场里很重要的一道门。过了这道门，你就不再只是地方干部，你开始进入更高级别的干部培养训练。后来孙政才被安排担任北京市委秘书长。市委秘书长是什么位置？说白了，就是书记身边的大管家，上传下达，协调各方，安排会议，处理日常事务。这个位置不一定最显眼，但一定要书记信任。他能让一个干部快速熟悉高层运转，也能让他和书记形成很深的工作关系。孙政才在这个位置上既展示了执行能力，也积累了人脉。材料里有很多关于他能干、脑子快、会协调的描述。这些东西可以有夸张成分，但大方向应该没错。孙政才不是笨人，他能从一个农学研究员短时间内进入北京权力核心，靠的当然不只是运气，他有技术官僚的气质，会处理具体问题，会给领导拿方案，也懂怎么在组织里表现得稳妥。这种人在胡温时代很吃香，因为那个时期的中共虽然仍然是威权体制，但至少在干部选拔上还会强调专业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。孙政才正好符合这个模板，他年轻，有学历，有基层和地方经验，又是农业专家，这种履历放在当时很容易被包装成党培养出来的新型领导干部。2006年，孙政才出任农业部部长，43岁，正部级。这一步基本确认了他的上升轨道。农业部不是最有钱的部委，也不是最强势的权力部门，但中国是一个有长期饥荒记忆的国家，粮食安全、农村稳定、农民收入，在政治上一直是大题目。一个有农业专业背景的人来当农业部长，非常顺理成章。这对孙政才来说是一次履历补强，他不再只是北京地方干部，他开始有中央部委经验。2009年，孙政才又被调到吉林担任省委书记，这一步更重要。省委书记是封疆大吏，一个人如果要进入最高层，只做部委是不够的，必须有地方主政经验。吉林虽然不是经济最强省份，但它是一个完整省份，有工业、农业、国企、东北振兴、边境因素和复杂的地方治理问题。对孙政才来说，这是接班训练的一站，从北京到农业部再到吉林，这条线非常清楚。它不是普通干部自然流动，它更像是组织在给一个年轻干部补课。中央部委经验有了，地方主政经验有了，年龄优势也有了，接下来只要再上一个台阶，就进入接班人视野。2012年机会来了，18大上，孙政才和胡春华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，两个人都是1963年出生，当时都不到50岁。在一群高层干部里，他们非常年轻。按照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接班逻辑，这种年龄结构很有含义。胡锦涛和温家宝当年也是这样被放进未来序列，习近平和李克强当年也是这样，提前进入政治局常委，在等着接班。所以2012年以后，很多观察者都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就是所谓第6代领导人的核心人选。一种常见说法是，胡春华可能接总书记，孙政才可能接总理。不管这个安排有没有正式写下来，它至少反映出当时党内外对他们的预期。在一个不透明的体制里，预期本身就是政治事实。只要大家都觉得你可能接班，你就已经不再是普通政治局委员，你变成了未来权力秩序的一部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
你会变得危险。孙政才进入政治局以后，被派往重庆。重庆这个位置非常特殊，薄熙来刚刚在那里倒下。重庆不仅是直辖市，也是政治象征。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，声势很大。后来又因为王立军事件和高层斗争彻底崩盘，中央派孙政才去重庆，不只是让他治理一个城市，也是让他去处理一个政治现场。他要切割薄熙来遗产，要稳定重庆，要证明自己能接得住一个复杂局面。这本来是加分题，但后来却变成了送命题，因为重庆太敏感。在习近平上台以后，重庆不再只是地方治理问题，他还是清理薄熙来，清理旧派系，重塑最高权力叙事的一部分。孙政才在这个位置上，怎么做都很难，太用力，容易显得有自己的路线，太低调，又容易被说清理不彻底，他选择了谨慎。在重庆期间，孙政才没有留下特别鲜明的改革标签。他不像薄熙来那样高调，也不像汪洋那样喜欢讲理念，他更像一个技术官僚式的守成者。但问题是，在习近平时代，守成未必安全，因为最高权力需要的不只是你不犯错，还要你证明你完全属于新的权力中心。孙政才显然没做到这一点。2016年，习近平到重庆考察，表面上还肯定过孙政才的工作，但这种表扬在中国政治里不能看得太实。薄熙来落马前，也曾经得到过高层肯定。这种公开肯定，有时候是安抚，有时候是观察，有时候甚至是最后清算前的政治动作。到了2017年，风向突然变了。中纪委巡视重庆后，通报措辞非常严厉，其中有一句非常要命：清除薄熙来。王立军流毒不彻底。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重庆工作，实际上已经把孙政才放进了政治问题里。在中共语境中，如果只是经济工作不好，还有解释空间；如果只是作风问题，还有轻重之分。但一旦被说成政治问题，尤其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认识不够，对旧势力清理不彻底，那就非常危险。因为这不再是能力问题，这是忠诚问题。孙政才最致命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习近平的人，他的上升路线主要来自胡温时期的干部安排，也和北京、江派、温家等复杂人脉有关。这些关系在胡温时代可能是资源，到了习近平时代就可能变成原罪。一个潜在接班人，如果不是现任最高领导人亲手培养的人，那他本身就是变量。更何况习近平在2017年前后已经开始为更长期掌权做准备。要延长任期，就必须打破一个东西，接班人预期。邓小平以后，中共虽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制度，但至少形成了一些权力交接的潜规则，比如年龄限制，比如隔代指定，比如两届任期。这些规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宪政制度，但他们在很长时间里确实起到了一点降温作用。它让高层派系知道，今天你赢一点，明天我也许还有机会。它让最高领导人知道自己不是无限期做下去。它也让未来接班人提前进入序列，给各方一个预期。可习近平要做的是把这些潜规则一个个打碎。如果他要继续掌权，胡春华和孙政才这样的未来人就不能自然存在，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提醒所有人，权力应该有下一站。所以2017年孙政才落马意义非常大，它不是普通反腐，它是一次接班秩序的公开拆除。孙政才落马以后，官方给他的定性非常重，政治野心和个人欲望极度膨胀。这句话比受贿金额更关键。受贿可以解释成贪腐、政治野心，则意味着它不是一般经济问题。他被描述成一个对最高权力有想法的人，在专制政治里，这几乎就是最严重的罪。后来公开审判中，孙政才被指控受贿1亿7千多万元，并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从法律层面看，这是受贿案，但从政治层面看，他是一个潜在接班人被彻底出局。孙政才之后，胡春华也没有真正保住储君位置。2017年19大，胡春华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。2022年20大，他更是直接离开政治局，转到政协系统。这样一来，
曾经被外界认为最有希望接班的2个1963年出生干部，一个进了监狱，一个被边缘化，这背后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楚。以前那套接班安排不算数了，最高权力不再需要一个明确的下一代，也不允许别人提前占住未来。回头看孙政才身上的那些丑闻就会更清楚。所谓名表、情妇、龙袍、王者荣耀，当然可以说明他个人作风有很大问题。尤其一个高层干部，如果沉迷享乐、迷信风水，利用身边人敛财，那没有什么可同情的。但问题是，中共高层里类似问题真的只有孙政才一个人有吗？显然不是。为什么偏偏是他被集中抛出来当样本？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位置太特殊。那些丑闻不是不存在，但他们被公开处理的方式本身就是政治叙事的一部分。你不是储君，你是野心家；你不是年轻干部，你是两面人；你不是未来总理，你是腐败分子。政治清算最厉害的地方，不只是让一个人失去权利，而是重新定义这个人的一生。孙政才原本的标签是农学博士、少帅部长、年轻省委书记、重庆书记、政治局委员，第6代接班人。落马以后，他的标签变成了大表叔、王者荣耀、龙袍、情妇、政治野心。一个人的政治履历被一套新的叙事完全覆盖，这也是中国政治最冷的一面。当你在上升期，你身上的每个特点都能被解释成优点。年轻叫有潜力，低调叫稳重专业，叫懂治理，人脉多叫组织认可。但当你被清算时，同样的东西都会被反过来解释。年轻叫野心太大，低调叫隐藏很深，专业叫包装自己，人脉多叫结党营私。孙政才就是这样被翻面的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他无辜，我不想把孙政才讲成一个政治受害者。他在权力体系里上升，也从权力体系里获利。如果相关腐败和权色交易属实，那他当然应该承担责任。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改革派，也不是自由派。他在重庆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也并不温和。有些社会事件被报道后，地方为了所谓形象对媒体施压，这种逻辑本身就说明他也是那个体制的维护者。他的问题不是太开明，他的问题是他处在一个不允许未来自然出现的权力结构里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，但很重要。孙政才并不是因为挑战习近平才落马，至少从公开材料看，我们看不到他真的有能力组织什么挑战。他更像是因为可能性而危险。他年纪合适，履历合适，位置合适，外界预期合适，派系背景也足够复杂。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就让他成了一个必须被处理的变量。一个真正高度集权的体系，不怕平庸的人，他怕的是别人能够想象另一种未来。孙政才和胡春华当时代表的就是这种未来想象，不一定更好，也不一定更开放，但至少意味着权力还有下一站。而习近平时代要建立的是另一种秩序，不是大家等着下一代接班，而是所有人都围着现任核心重新排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孙政才的落马是2018年修宪之前的一次重要铺垫。只有把潜在接班人先拿掉，后面的长期执政才不会显得突兀。如果19大上孙政才进了常委，胡春华也进了常委，那外界自然会继续讨论谁在20大接班。那习近平要打破任期限制，就会遇到更强的政治阻力，所以孙政才必须出局，胡春华也必须被降温。一个进监狱，一个坐冷板凳，中共的第6代接班叙事就这样被拆掉了。这就是孙政才这件事最重要的政治后果。他让中国高层政治从有潜规则的威权进一步走向个人化的集权。过去的潜规则并不民主，他不让人民选择领导人，也没有真正的透明监督，但他至少让党内权力有某种轮换预期。而当这种预期被打碎以后，剩下的就是更加不确定的权力结构。谁接班不知道，什么时候接班不知道，接班人从哪里来不知道，最高权力会不会主动交出也不知道。这种不确定对普通人来说好像很远，但其实并不远，因为最高权力越不确定，政策就越依赖一个人的判断。
干部越不知道未来在哪儿，就越会短期化、表忠化、必责化。地方越怕站错队，就越不敢说真话。整个系统越围绕一个中心转，就越难形成纠错机制。这会影响经济，影响外交，影响社会治理，也影响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我人在澳洲看这件事儿，感触很明显。澳洲的政治也有很多问题，党争、短视、官僚主义，样样都有。但澳洲总理再强，也必须面对党内挑战、议会监督、媒体追问和选民审判。一个领导人今天很强，明天可能就被党内换掉。这听起来不稳定，但它恰恰是一种制度安全法。因为权力更替不是灾难，它是制度的一部分。可在中国，高层权力交接长期靠黑箱规则，规则还在的时候，大家勉强有预期。规则一旦被打碎，所有人只能猜最高领导人的心思。这就是孙政才故事给我们的提醒。一个体制如果不能公开、稳定、制度化的解决接班问题，那么每一个潜在接班人都会变成危险人物，不是他本人一定想造反，而是他的存在本身就会让最高权力不安。孙政才曾经以为自己在走组织安排好的路，从农村孩子到农学博士，从顺义干部到北京市委常委，从农业部长到吉林省委书记，从重庆市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，一步一步看起来都很标准。可他没有想到，路走到一半，规则变了。以前组织让你年轻是为了培养你，后来你年轻反而变成了威胁。以前你有未来是政治资本，后来你有未来变成了政治罪名。以前你被各方看好是优势，后来你被各方看好，反而说明你不是现任核心的人。这才是孙政才的真正困境。他不是输给了某一个具体丑闻，他是输给了权力逻辑的变化。当然，孙政才如果真的廉洁自律，真的没有把柄，会不会就能安全？我觉得很难。在那样的体制里，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，总会有办法处理你。问题不是有没有把柄，问题是需不需要用把柄。这句话很残酷，但也很真实。当反腐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，它当然可以打掉很多真正腐败的人，但它也会变成选择性清洗的手段。被打的人未必无辜，没被打的人也未必干净，区别只在于谁在什么时候挡住了路。孙政才挡住的不是某个具体岗位，他挡住的是没有接班人的政治工程。所以回头看孙政才这个标题，可以问得更直接一点，孙政才，你还想接班吗？答案其实在2017年已经写好了，不是他还想不想，而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他想。他曾经可能是第六代，但习近平时代不需要第六代，他需要的是一个继续延长的核心，一个不断重组的中层系统，以及一群不再谈未来只谈表态的干部。孙政才的落马正好完成了这个转换。从那以后，中共高层政治里接班人这个词越来越少被公开谈论，人们不再问谁会接班，而是问谁还安全。这就是权力结构变化以后最清楚的信号。一个健康的制度会让接班成为正常流程，一个不健康的制度会让接班成为禁忌话题。孙政才就是那个从流程变成禁忌的人。他的故事里有个人堕落，也有派系斗争，有贪腐，有迷信，有权色，也有荒唐细节，但最底层的东西还是权力安全。最高权力一旦不再相信规则，他就会开始防范所有可能的未来，而被防范的人往往还没来得及真正成为对手，就已经被提前清掉。这就是孙政才的结局，他离最高权力很近，近到所有人都能想象他的未来。也正因为太近，他最后被这个未来反噬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。